娱乐至死，金钱至上，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昨天大概是孟子坤从业这么久以来的高光时刻吧，热搜霸榜，营销号也都忙着发他。为啥？怼私生了，也不算太出挑的事儿，毕竟挺多流量爱豆不堪其扰都曾做过此类行为。孟子坤并不算这里面流量最高的，他仅仅是秀人之一，参加过《明日之子》和《中国新说唱2020》，没红起来，脱离饭圈知名度挺低的，但他一定是这里面怼私生最激烈、骂人最脏的。复盘一下孟子坤怼私生全过程，昨天下午发的第一条微博挂了一个电话号码，言辞蛮激烈的，说私生是躲在角落里的老鼠，永远活在阴影之下。当时这条微博下面还有他的补充评论，一条私生给他发短信的截图，再一条私生给他打电话，他接了，但是面对私生不说话的截图，当时粉丝都在说他刚，影响力还仅仅处在饭圈这个小范围。紧接着没多久，孟子坤又发了第二条微博，说自己前脚刚走，后脚私生的电话就打过来了，语气还是很不好。这条微博的评论下面也有自己的补充，对话的是那些私生，都花钱过来了，不打个招呼多亏呀妹妹。倒也能理解，毕竟谁被跟踪行程，无缘无故被各种电话骚扰，心态都不会好到哪里去。紧接着就是孟子坤的第三条微博，PO 的依旧是私生的短信截图，应该是私生看到了孟子坤发的微博，所以给他发短信说他好溜啊。要说这些个私生也蛮溜的，从6月份开始就已经在骚扰孟子坤了。孟子坤看到这短信更气了，估计决定和这些私生刚到底，于是继续发博。这是他的第4条微博，其实到这里他的微博转发和点赞数和他平时无异，甚至还要少于平时，说明关注度不高。直到他的第5条微博发出孟子坤，下次妹妹可以直接自我介绍呢，不用当婊子的。这条微博的配图是一直在跟他的私生们的照片，还有正常粉丝跟孟子坤的吐槽，说他还没有出来的时候，私生们就一直在骂，以及说私生要跟车的言论。这条微博的转发和评论都破了千，里面除了有孟子坤粉丝盖章说私生里面有他学校里人品一直很差的同学，以及粉丝们支持孟子坤爆这些私生之外，其他评论180度大转弯，几乎都是在指责孟子坤的原因，大家伙肯定能品出来。孟子坤在挂私生的时候用了婊子这2个字，在网友看来，有事可以报警，没必要骂的那么难听。对私生可以，但是滥用词语已经上升到辱女的程度了。私生是不对，但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脏话一筐，给人一种没有素质的小混混既视感。结果这话孟子坤不爱听了，继续发博开喷。他说私生不分性别，他说婊子好歹是人，私生是老鼠。他说私生打着弱势群体的称号，一边做着施暴者，一边当受害人。他还说自己就算摆烂躺着一辈子不工作，都比那些私生生活的舒服。这下好，微博更炸了，依然有站在孟子坤队的说怎么骂私生还有人破防啊。孟子坤笑呵呵的回复，因为他们是私生啊。但更多的人开始觉得孟子坤比私生的问题更大了，说他偷拍并不是他辱女的借口，看不懂他把女性列为弱势群体是什么意思，甚至觉得孟子坤搞这么一出对私生的行为是因为自己太糊了，想要趁这个机会火一把。当然孟子坤粉丝也怼回去了，他们觉得孟子坤没错，怎么骚扰到人了还不能被骚扰的人说话了。孟子坤也是一个意思，他觉得自己从始至终都是一个受害者，凭什么作为受害者的他还要心平气和、和和气气的跟那些打扰他生活的人说话。倒也能理解孟子坤和孟子坤粉丝的心情，这些年深受私生困扰的明星也不在少数，经常看到哪儿艺人偶像又忍不住怼私生的消息，而且有些私生真的很猖狂，他们不仅做出跟车这种危险行为，甚至还偷偷潜入明星的家里洗澡啊，跟明星共用生活用品啊，这些都不能说是私生了，而是非法入侵啊。明星的家里人也会被他们打扰到。粉丝是真心喜欢孟子坤，所以才会一并指责私生，觉得他们影响到了自家偶像的正常生活，就该骂。孟子坤也可以像那些明星一样挂私生怼私生，但他问题就出在语言实在太过激了。正常人看到他的这些骂人的话，会觉得就算私生有问题，孟子坤他也有的。大家虽然不共情私生，但不代表觉得私生作为女生可以被这么骂。
闹到最后就是孟子坤以这种不光彩的方式出圈，从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应该路人缘也直线下滑了吧。再说到这个事情的主题，私生饭上细数这几年的追星热。神仙姐姐刘亦菲在参加活动时，忽然有一个男粉丝冲上舞台，将她一下扑倒在地，引起一片骚乱。虽然混乱引起恐惧，但在众多出格行为中不过是沧海一粟。有些人打着粉丝的旗号做出的事情一个比一个过分。演完《亲爱的热爱的》中的韩商言之后，李现一夜成名，跻身一线，要嫁就嫁韩商言的口号也越喊越响亮。在火的同时，烦恼也随之而来，直到不堪其扰，在社交平台发文怒斥私生饭。此时网友才知道，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被跟拍、跟踪、跟车等事件，甚至有些人直接跟到家门口、酒店房门口等等。换位思考下，如果你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人，不管是敌是友，是不是想想都害怕呢？而歌手杨坤的经历就更惨了。一位粉丝直接把家搬到他家楼上，只为了跟偶像更接近。通过监控可以看出，他多次跑到杨坤家门口，试图破坏监控，还3次撬锁，想进入杨坤家里。同样，作为初代国民偶像的刘德华，遇到过的私生饭更不在少数。演唱会现场甚至有粉丝身穿婚纱当场求婚，幸好华仔机智，借机说出了自己已婚的事实，还安慰了粉丝，否则好好的一场演唱会还不知道会引起什么样的轰动。要说男神与偶像，近2年大火的应该就是肖战和王一博了。一部《陈情令》将两人推向顶流的位置，同人剧本，颜值高，流量好，两人迅速建立了自己的粉丝群体。然而得到的却不只有快乐，在肖战生日前，他的手机号就被公开叫卖，从几百到几十，价格不等。那一天，肖战到底接了多少个电话，无法计算。王一博也有同样的经历，在一天接了无数个电话之后，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求放过，并表示自己将换号码，恳求不要再打了。面对偶像的求饶，这些私生饭们反而引以为傲，还在账号发布自己拨通电话听到偶像声音的心动瞬间。拨通电话却不说话，这不就是骚扰电话吗？有些人的骄傲又来自哪里呢？如果说私生饭的行为是不理智的，那有些真正粉丝的行为似乎也有些盲目在里面。这件事情我们可以从何炅收礼仪式开始说起。在某档综艺节目中，何炅开始吐槽粉丝送礼仪式，当然了，又嫌粉丝送的保温杯太多，又嫌弃送的礼物标签粘得太结实，不好转手。此时观众才发现，节目中情商高、人缘好的何老师不仅无差别接受粉丝的礼物，还挑3拣4，形象大打折扣。其实这些礼物虽然是送给了何炅，有些人却不是冲着何炅去的，而是为了自己的爱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主题了。不少新晋偶像为了打开知名度，都会去参加一些综艺节目，但此时镜头剪辑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能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的镜头时长非常短。于是有些粉丝就会为自己的爱豆给剧组工作人员、主持人等送礼，从几百块的保温杯到奢侈品，甚至几万元的睡袍。在粉丝团中还流行一句话，自己吃糠咽菜，爱豆穿金戴银。有些粉丝为了给偶像打榜，恶意刷评论，一人多购，只为将自己的爱豆送上顶流的位置。比如歌手某坤发布单曲，无论是在歌曲 APP 上，还是在一些大型的音乐节上，排名都遥遥领先。再比如之前的《青春有你3》上，为了给偶像投票，粉丝开始几箱几箱的买牛奶回去，扫码投票之后，将一桶一桶的牛奶倒进下水道。这个场景复刻了当年全球危机时，资本家们将牛奶倒进下水道时的场景，只是此一时彼一时，同样的场景起因却完全不一样，结果也完全不一样，贻笑大方。再者说，粉丝们的无下限的应援、打榜、送礼，花掉的这些钱，究竟谁是真正付出的人，谁又是真正得到的人呢？玩笑背后是升职崇拜的盲目。某某某我爱你，不知道当年追星的你有没有喊过这句话呢？那时候追星能说出这样一句话是需要极大的勇气与心灵建设的，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粉丝们说起话来有点没羞没臊的意味。面对一些长腿的女明星，男粉丝会留言一条腿够我玩1年的，言辞低俗恶劣，而面对一些年纪大又很性感的，则纷纷留言阿姨我可以。这样的话说出来，除了低俗愚昧，
会让人感到受到崇拜与美感吗？男粉如此，女粉也毫不示弱。我想给你生猴子，为你生育到绝经等等，这还算是比较委婉的。更直接一点的，就会用合不拢腿、坐地排卵等写满生理意味的词汇了。当这些词汇风靡网络的时候，我们又该去做一些什么呢？这时有人会说，这只不过是玩笑罢了，没必要认真。但玩笑的来源难道不是现实吗？如果你的孩子每天打开手机看到的都是这样的内容，你会觉得这只是玩笑，没有必要在意吗？或许不会了。私生饭与粉丝、送礼物与打榜、升职崇拜等等，对于社会而言，这些存在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事情的获利方一是资本。当日语、韩语的娘炮文化传到内娱时，一个个漂亮的男孩子给人眼球强烈的冲击，资本嗅到了金钱的味道，便开始了一系列的造星计划，将明星推出去，用颜值推动流量，撼动网络，打造周边产品，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追星的人就是新鲜的韭菜。第二个获利方是偶像，娱乐圈能一夜成名，能收入无上限，似乎是人人都知道。那身处名利中心的偶像们又如何不知呢？为了一夜成名，走上赚钱的快车道，他们讨好资本，讨好市场，为了适应发展，整容、伪娘、撒娇等等，双方不谋而合，一个畸形的圈子进入闭环状态，陷入恶性循环。第三个获利方是粉丝。这时有人说了，粉丝明明一直在花钱，怎么会获利呢？获利的粉丝只是其中一部分，就是一些头目。当然了，现在也有个专业的称呼叫站姐，他们的作用就是衔接粉丝与资本，将中间的利益连接起来，建立粉丝群，给偶像吹彩虹屁，进入洗脑式营销。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星发了一条动态之后，虽然很多评论却没有什么内容，打开来看几乎全是哇太帅了，又美又有能力之类的话，造成一种我爱豆很红的虚假繁荣。当需要给偶像应援，也就是送礼物的时候，站姐的作用就来了。征集款项，从收款方到购买方，再到每一笔明细都有专人负责，几万在这里都是小数目。而钱和东西送到偶像需要应援的地方，活动结束之后就到了分赃的时候，资本方、偶像方、站姐三方分账，花钱是谁？真正追星的人。只是这些追星族多为一些少年人，没有经历过赚钱的搓磨，现实的鞭打，才不把这些当回事儿。想要的只有那些幸福且珍贵的泥点子。该说再见了。既然获利的是三方，那么能制止的也不外乎这三方了。资本有掌控市场的能力，如果包装出来的明星是正义的、端庄的、真诚的，那么所引领的偶像榜样与现在就是完全不同的。明星既然站在舞台上，如果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引导正确的价值观，那又是另一番景象了。总比现在走上舞台故意露肉、抛媚眼、咬嘴唇等暧昧且诱惑的行为要好很多。再有就是粉丝本身很简单，量力而行，理智追星，短短8个字，控制好自己，择其善而从者，其不善者而改之，风气想歪都没有地方。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圈妹的视频，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哦。